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酷酷聊，我是小侯。Hello，大家好，我是拉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 Kim 朱绰莹，还有我们的黄凯，欢迎。请各自打个招呼吧。对 Hello，我是朱绰莹 Kimberly。大家好，我是黄凯。欢迎。然后 King 和黄凯其实是我们令人心动 Offer 5的两位实习生，然后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产生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友情。其实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评论，就是说 Offer 5的售后很好，就是大家因为这个节目产生了很深厚的友谊，之后大家也经常聚会之类的。然后其实可能他们两个不太了解，我和拉姆其实也是一档友情类的综艺认识的，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产生了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平时也会住在离得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平时也会经常聚会，对。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铺垫，就是为了聊一下友情这个话题。那可以先请两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两位的友情是从节目当中怎么样产生的和开始的。好问题，好问题，没有特地的我有特地的，我很刻意的，就是我们选位置的时候，我是特地选到坐他对面去的。因为帅气还是因为帅气首先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他单眼皮长得非常的帅，然后我想着工作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这么帅气的人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就选了他。然后第二呢，我就发现这个人好像话不多，挺文静的，然后就不会干扰我工作，所以我觉得也挺好，就选他吧。原来是这样，我之前还不知道呢，但我今天知道了。凯哥呢？我觉得跟 King 的关系，其实我们当时在录到中途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段话，我很感动，就是让我对他的印象又不一样了。因为我对他的初印象是觉得他挺高冷的，然后我当时也在节目中说到过。后面呢是有一次，他提到就是他说如果给我一个 offer 的机会，我未来应该会在律师行业深耕。可能他觉得当时的我欠缺那么一个机会，但现在我还没告诉 King， 就是我现在也去律所工作了。你有说？正式的再说一下。好的，好的，恭喜。然后我和 King 的话，我觉得其实像节目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成了好朋友的关系，但我们的友情可能它是一种在大家需要的时候你会出现的一种关系。对，他可能你说。对，他可能不一定说很浓烈，但是一定是像流水一样静静的，很稳定的。对，细水长流。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啊，因为我看 offer 我知道，其实大家是某种程度上一定存在竞争的，是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其实如果跟竞争对手成为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点不可思议哎。确实，我倒是没有把他们看成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我觉得，这个律师行业它是非常的大，然后如果你把每一个人都看成你的竞争对手的话，你就会很累很累。况且别人可能也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对手，所以就我不会去想这种他们就这几个人，我一定要赢他们才可以，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倒是觉得，因为他 offer 他。说到底，它是一档综艺，它不是一个真实里边的职场。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是期间限定1个月的同事，所以不会，我自己就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个 point，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尾，我也没有把他们就是当成要竞争，我不可以跟你当朋友，我们一定要赢你，我没有这种想法。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King 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它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职场跟综艺职场还有一点区别，但真实职场也有很多人会收获真实的友谊，就是很浓烈。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参加这个节目也是没有把它当成一档纯粹的竞争的一个职场，包括我自己之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的职场的环境也是很好的，我跟我的当时也算是初代同事吧，应该算比他们更早，然后刚本科毕业就去工作了。那时候我的同事好多都是我学校的同学或者上一级的，其实大家的关系依旧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职场跟友情它不冲突。那确实，
对，就是我刚刚其实是想说，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目的，可能不一定你就是只是会去拿到那个 offer， 可能还会带有交友的目的去参加这档综艺，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是。那拉姆，其实，你说，其实虽然我没有完整性的看过 offer 这个节目，但是我经常会刷到，我就发现，其实，在 offer 的这个不论是哪一季啊，就是可能近2季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哪怕节目录完了之后，依旧有很多的联动，会经常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会经常刷到，我说哇，我说他们居然结束了还能在一起玩，这么开心，感觉关系很好，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看大家的气场，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完一档综艺，然后收获很浓烈的友谊。对，是的，对。即使是同一档综艺，也不一定全部都会成为好朋友。哎呀，想说吗？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和拉姆参加的一档综艺，也有很多人了，但是可能就是平时多联系的那些人，还就是只有那么固定的几个。确实，对，因为我是5年前选的香港小姐，然后我们那一届的女生。入围里边的那群女生，其实好多都没有再联系了。然后，但是有几个女生，我就觉得当时5年前，我就觉得我跟她们气场特别的合。然后当时也没有就是马上成为好朋友，可能就是你们说的竞争关系。但是就是比赛结束了以后，到现在5年后，我们那几个女生依然会经常见面，依然是好好的朋友。我感觉这个就是人跟人的气场能不能合起来。如果合不来的话，你放在里边训练营1个多月，天天待在一起也不会做的好朋友。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就是当你跟这个人合得来的时候，其实说2句话就就好像我看凯哥，哇，长得帅，然后人又好，就合得来了。对，是这样子。好简单的理由啊！而且我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的，就是昨天我跟 Kim 其实在那个一个活动现场就是见到了，然后当时还打招呼，还拍了视频怎么样？但是后来因为我是有事儿，我就提前先走了，其实也没多说几句话。但是今天一来，我就会感觉已经认识很久那种很熟悉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有的，就会感觉很好相处，很亲近。你知道吗？刚刚在换衣服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双鞋，我说这双鞋是我的吗？是我的。我今天穿这双鞋吗？原来是你的同款鞋。对。很有缘分，对，磁场也很合。对，这就是磁场吧，我觉得。对。那比如说节目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插曲，比如说一些事例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会发生嘛。那除了代教老师可能会安慰你们，你们彼此有没有安慰过彼此？但我跟 King 好像没有互相安慰过。有，你不记得？完蛋了！可能我没有安慰你，因为可能有一次，其实我是录节目到中后期的时候，因为节目它整个录制周期延长了，就有点影响到我在中国香港里边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跟节目组提出来，我想要退出这个节目。然后这个东西就因为这个退出这个决定，让节目组跟我产生了一些矛盾。当然我很理解节目组立场的，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想要完成我答应了别人的工作。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心情会有点不好，但是这个事情我又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因为我不想影响到整个 offer 里边其他人他们的氛围、他们的想法。然后那段时间就天天很 emo， 然后就有一天凯哥就突然跟我说Kim 你最近这2天看起来好累，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不舒服啊？就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出来。我想起来了。对，但是那时候我也不可以跟你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说对，有一点不开心吧，没事的。但我觉得这种原来我没有去表达，但是原来身边有个人能感受到我的心情不好，会过来问一句，其实是一个当时那个场景里边是一个很好的、很暖心的关怀。是，凯哥心思很细腻。对，是的，他这样观察到了这种小情绪。我是高敏感的人。高敏感人群是吗？对。凯哥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互相职场中安慰吗？对。我想到有一次应该是跟雅琪，那一天我们就是课题6还是课题7来着，然后我俩就是在那个我们上班的下一层那个大楼，然后我们俩当时都坐在那边就思考。你当时好像也对他说过 KPI 破百，你应该也鼓励过他。我记得。然后那一天他也有点down，
我和他就一起坐在那边看着下面几十层的大楼，我们录了一个视频，然后互相击掌安慰。但那时候安慰完之后，第二天的状态就是会好很多。很像雅琪会做的事情，已经想象到这个。哇，那你们在参加同样的节目，肯定是有共同的目标，都是完成是达到更高的 KPI，然后或者拿到 offer。那离开了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目标之后，你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共同目标失去了共同目标之后，会觉得这份感情会变淡一些吗？我感觉我们没有失去这个共同目标，因为我想着在里边的大部分人，我们都是想要在法律行业里边长久的做下去，这个才是我们长远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到现在，我想大家都还没有变。所以节目虽然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1个月的里边一个项目而已，我们一起做了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结束了以后，我们依然会共同的朝着同一个目标去进步。我反而觉得就是节目结束以后，节目里面的目标可能是当时节目组的一些规则，它反而会框住我们，我们需要按照它的规则去完成当天的一些工作。但结束以后，我们其实没有规则去框住我们，我们上班你说也没有说一定几点要打卡，几点要完成什么项目，反而是只需要照顾到各自的当下的情绪，反而会更自由，更能自由的去交往。明白。是的，因为节目里边，有时候我们会PD 会给我们一些指示，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跟谁说话，这个时候你跟这个另外一组是不可以讨论、不可以交流的。他们会有，因为要确保这个比赛要公平，所以他们会有这些指示给到我们。但是如果说在一个真实职场或者是朋友之间，我们当然是很想从对方身上学习啊，很想交流啊。所以倒是这凯哥说的对，就是在节目里边，倒是我们有些话可能不敢讲，或者是不可以讲。那下了节目以后，我们就是可以很自然的做自己了。其实这点我们好像也有一点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当时参加友情类的节目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条条框框，或者是被一些限制。比如说在节目里当中 ，PD 可能就是会说建议谁谁谁和谁谁谁一组。对，可能就是有时候想和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也会被这种条条框框所限制住。对。那你们是怎么样？就是那就是你们在节目当中，平时你们肯定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考核这样子的关卡，那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个场上的对手和场下的朋友给区分开的呢？就是一旦进行这种考核考试了，就是完全是对手。我们有一个说法，律师之间有个说法，说你真正的对手不是你的对方律师，而是坐在你前面的法官。你要 convince 的人不是你的对手，你不是要骂赢他，你是要 convince 那个法官去采纳你的观点。所以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我想着我要对的人，除了是我自己要进步，我要这个课题要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要求，我还是要 convince 代教，让他们觉得我是做的比较好，还有同时要从对方身上学习，所以在我的 mindset 里边就没有很强烈的那种 competition。那你们平时就是进行一些课题组的准备啊，或者怎么样，会想去打探一下对方就是准备的怎么样啊，就类似于这样子？其实不太会。对，真的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其实你把自己当时要忙完的东西准备完都挺难的，时间很有限。因为虽然说1个月的时间，但它每一个课题的项目是非常紧的。在我们真实上班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缓冲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就是还需要考虑到它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会涉及到很多人，大家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考核，你没有时间去打探当时我们的对手的一些表现或者他们准备的程度。我换一个问题问啊，就是大家会不会在工作当中特别认真，或者是特别较真？就是我对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比如说我正在进行某项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你来和我说话，你就会来打扰到我。有没有这种情况产生？
说个话都不可以吗？就是会觉得会让我分心之类的。我好 mean 啊！那目前好像我们都没有，就是随时交流。就是我即使在专心准备工作，我也可以抽出时间来和你谈心之类的，这种情况也是 OK 的。大家都没有时间谈心，没有时间谈心没有，好吧？可能都忙着就是准备东西，可能连伤心的时间也没有。对，伤心下班后。那既然说到友情啊，就是说咱们可能不止在节目里，可能咱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你们有没有过就是类似于跟朋友待在一起，什么都不做，但是却又感觉很安心？就因为很多时候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会非常焦虑，但是一旦跟朋友待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很安心。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刻？我感觉其实也会考虑到你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朋友他其实会有很多种类别。有些人可能是就是你们出去吃一餐饭，或者一起去一趟完成一趟旅行会很开心，但有些可能就是在你难过或者有烦恼的时候相互陪伴，其实不用说很多话。对，我记得就是我大学时期有一个朋友，因为当时我们人比较少，然后她跟我相处的会比较好，是一个女生，然后包括我后面要离职要离开医院的时候，要去考研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但她呢，她其实她对我说过很温馨的话，就是说我要做成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然后跟他相处的话，就是你刚刚说到那种会感觉很安心、很温暖。时候对。全肯定你朋友对你。在我的观点看来，好像就是如果和我气场不合的人，就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成为我的朋友，我会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也不是，朋友有好多种的。你可以成为那种很表面，就是表面的朋友，表面工作做作。对。那种说实话，在我的定义里面不能算我的朋友，就是可能算是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如果我要把他就是在我的家长或者是朋友面前称呼为我朋友怎么样，他一定是经过我深度认可的，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是我认识谁谁谁，我知道他怎么样。对，我之前也听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给我们从小到大认识的人做一个定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是同学同事，但是你真正的能称为朋友的，确实他朋友的这个词的定义，它可能也有更高维一些，感觉需要一些深度的交流，需要东西去考验一下的。但是我对朋友的定义，可能真的每个人对朋友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对朋友的定义，我会把朋友分为很多个不同的 categories， 然后有一部分的人，我感觉因为我是一个 ESTJ， 所以我跟人交朋友的时候，我会给到每一个人一个价值，看他的价值在那里。有一些朋友，他的价值可能是与你合作，或者是谈生意、工作上面的合作，他们也算是你工作上面的一种，或者是生意上面的一种朋友，一种起码是有交流，然后你们之间是有一些关系在的那一种朋友。有一些朋友，他的价值来自于他给到你的情绪价值，那一种的话，可能跟你谈心事啊，这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朋友。你就不可以去找一个错的 category 的朋友去索取一个他提供不了的价值。这一种可能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我跟那个人不合，我们做不了朋友，原因就是他能给的跟你想要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又不能把它归类到他是合适的那个类别里边去。我觉得我跟 Kim 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把这个分类集合在那个朋友类别下面，我是把比如说刚刚 Kim 说的合作上生意上的这种朋友定义成合作伙伴之类的，我会把它从朋友当中分开，但是我们都有相同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人分类，对，就是在对应的类群当中做对应的事情。对，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就是其实 offer 5结束已经应该也有2-3年了，对吧？可能就是大家结束之后不会像在节目当中见的那么频繁，其实见面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大家的关系和情谊的深厚嘛。因为如果你见的频繁的话，确实能够表明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或者是也是更能够拉动你们之间的关系。那
在离开节目之后，大家可能见面的频次会慢慢的降低。那你觉得这个会影响大家之间的感情吗？或者是，如果觉得见面的频次不够了，如何加固彼此之间的这个友谊呢？就飞过来北京找凯哥啊，现在不就是吗？我觉得有时候刻意的见面其实挺好的。很有仪式感。对，很浪漫。包括有时候大家也会，我们会组织一场旅行，然后问一下大家谁有空去。或者像他们上一次深圳跨年，你也在吗？我不在，我在国外。我也不在，就是有就你俩都不在，也是一种友情啊。就有时候大家可能正好都在哪个地方，对，就会正好碰到。那其实，在你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见面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情谊是，就是如果我们离开节目之后，仅通过微信聊天或者是一些视频通话这种方式能够长时间的维系吗？还是需要确实需要经常见面，多深度沟通？我感觉还是需要见面，对，因为我不是那一种，有些人他很喜欢在微信里面天天找朋友聊天，分享他的生活的一切。那我没有那种分享欲，一点都没有，也不喜欢在微信上面跟人家聊一些很无聊、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我找他肯定是有事情我才去找他，说完就完了。所以我这种人的话，如果不见面的话，我是绝对没有机会跟你聊天，也不会跟你去聊别的一些事情。倒是见面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坐下来一起吃饭，一起在聊你最近做什么。对，我觉得那我现在的状态跟 King 有点像，就是我很少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很琐碎的事情，但是我以前的分享欲还是挺强的，会跟朋友聊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的改变，你自己的状态也会变，所以你对待朋友的方式也会改变。然后我觉得当下的我还是会很期待跟我的朋友见面，因为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之前是在厦门工作，后面去青岛考研，然后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有朋友，但是我现在来到了北京，在这边读研，但是我会发现，如果不跟厦门、青岛的朋友特地见面，其实大家见不着，你会觉得你那段记忆它在慢慢的模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有，我也会有。其实，我之前说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啊，就是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是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举办了一场初中的毕业会，然后当时大家都哭了稀里哗啦的，觉得就是说，哎呀，大家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好。然后我当时的班主任就说了啊，没过几年你们就会根本记不得对方是谁了。其实现在好像过了这么多年，确实是这样。当时曾经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因为初中毕业之后，大家选择了不同的，几乎没怎么见面了。对，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有人可能去继续升学，有的人可能就很快的结婚生子了。大家的联系其实越来越少，见面的频次也越来越少，几乎成为了陌生人。是的。其实，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当时初中的一个班长就说：“哎，要不要举行一个这个初中的毕业聚会、同学聚会？因为已经是毕业10周年了嘛。”当时有在群里发这个号召，但是响应的人数寥寥无几。就是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没见了，感情也确实在慢慢变淡。所以刚刚大家说的，其实见面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还感觉对见面就是能够知道你自己对那个人有多大的价值，那个人对你有多大的价值。如果说那个人对你是一点不重要，你们之前的感情是不重要的话，他约你见面，你会说没空不想出去，你就知道你们之间的友谊是真的淡了，真的没了。确实。King 说到这个也取决于，就是你作为邀约的一方，你提出邀约的同时，对方拒绝你，就比如说我约 King， 他直接就答应了。但你如果说就是有一天你约一个朋友，他不想见你，其实你提出邀约的那一方可能也会感觉到一些失落，对吧？我觉得我很赞同你说的价值交换。好像我听说过，友情包括任何维度的感情都是价值的交换。但其实刚刚就提到了分享欲这个事情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是有分享欲还是没有分享欲？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啊！我是很有分享欲，我也是。我喜欢听人家分享，你可以多跟我说。但是我自己就不怎么喜欢分享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
遇到很多事情，我一定要和很多朋友分享，或者是和我的就是伴侣分享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确实很多人对你的事情不是那么的在意，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关注。其实我觉得分享可能给最重要的那几个人，或者是那一个人就够了。是的，是的。我以前会就是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我会给几个好朋友给他发，再给他发，就好几个人发，发完看一下不同人给你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可能也不回。那还是我会选择分享的，都是会回的。但现在我真的就是每天觉得好累呀，包括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媒体对你来说，因为我们做自媒体也是需要分享，对吧？哦，我懂。分散一些你的分享欲，你觉得会吗？我觉得首先我没有分享欲，然后自媒体上面已经是差不多用光了我的分享欲了。其实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也觉得就是好多博主他们都可以很多东西分享，比如说他们今天经历一个事情或者见到了一个东西，他们会有很多情感去输出，会想很多东西，那我是一点都没有的。比如说我看见一杯水，然后有些博主就会说啊，这杯水让我感受到什么什么，那我说没有啊，就一杯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对于我来说做自媒体，比如说拍视频，你们经常都会有很多感受，很多输出，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你比较淡。对对，那就是你是淡人，我们是浓人，或者是很理性的一个人，对，就是理性，对就是理性，因为他刚说了他的 MBTI 呀，对 ESTJ，所以我的自媒体如果说真的要我说点话去分享些什么的话，我会去分享，比如说我今天上了一个课，这个课是讲什么的，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会或者是分享一些，比如说说话技巧、学习技巧这一种，倒不是说我今天的感受是什么，我最怕别人问我感受，真的没有感受，确实，感受很主观。我也看过 Kim 的视频，就是很多有条理、有逻辑的内容，是的，是的，英语口语的那个，但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你录到现在有什么感受？不要破防了。现在感受也是很平淡，但我觉得挺好的。我现在在向他转变。其实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很久不联系，可能后面就淡掉，甚至就没有联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是阶段性的朋友。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小学的时候有小学玩的特别好的，初中的时候有初中玩的特别好的，高中的时候有，大学也有。但是其实真正能够联系到最后，我觉得是少之又少的。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阶段性友谊的呢？就是有一句话，我之前看到很喜欢，他说，应该也是就是别人分享过的，他说别让关系去决定行为，要让行为去决定关系。那我们阶段性友谊可能在小学的时候，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但在你现在，比如说我小学到现在的这么多年，包括初中，他之后我的人生路走了很多年，他缺席的这几年我们没有联系了，但我们曾经是朋友。朋友这个关系，他可能他就不能去让我做出一些我当下认为朋友应该做的行为，而是我觉得生活中的温暖，可能我跟你，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并不是朋友，但你做了一些温暖的举动，或者你会去关心我，包括 King 说的，就是可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洞察到我的情绪，在那一刻你的行为会让我想要跟你深化我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阶段性友谊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会在意当下我身边重要的人，我会更珍惜这样的关系。理解凯哥说的意思了，就是朋友不仅仅只是一个标签，他更是身边关心你的人，或者是温暖你的每一件事情，组成了朋友这样子的一个个体。那 Kim 呢？可以再说一次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阶段性友谊的这个概念呢？或者我换一个问法问 Kim 吧，就是你的朋友是最近几年才认识的，还是你有很多联系了10几年的好朋友？也有，都有是吗？对。但是应该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曾经很要好，然后后面几乎没有联系这样子。你有过这样的朋友吗？我不记得，都散了，为什么还要记住？这心态好强。像我就会记得，因为有一些像我初中有一个朋友超级好，然后就是好到就是见过对方家长的那种
然后对方家长都认识你，知道你们是好朋友。但现在就是可能对方结婚生子也比较早，大学毕业就结婚生子了，然后孩子也挺大了，然后大家就现在几乎逢年过节，包括很多年都不会有一句问候。我觉得这种可能是会想起他，然后可能是间中会想起有这个人。对，然后他在我当时初中那个阶段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在我现在的人生生活里面，我觉得我和他可能不一定能称为朋友了，因为我们都很多年不联系了。老朋友。但是他在他在我的记忆里面特别重要。但也许有一天我们突然间来一个见面，然后又会特别好。那也很棒。对，我觉得。在我认为哈，阶段性友谊其实跟刚刚凯哥说的很像。我认为是在某一段日子里，在某一段时光里，它温暖了你，然后陪伴你走过了一段时光。我认为这个是阶段性友谊，就是可能因为生活，然后可能因为学业，然后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导致我们后面可能没有办法见面。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见面，光聊天没有什么可聊的，那么久没见了，能有什么聊的呢？就还是得见面。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见面，所以可能大家就淡忘，因为身边也会有其他的朋友出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以前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有这样的朋友陪你度过了这样一段时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玩得很要好的那些朋友，我直到现在我的爸妈也会问我，哎，放假了你怎么不去找谁谁谁玩之类的。你们有过这样子的例子吗？没有，我小时候没有把任何人放心上。对，所有人我都说玩玩而已。哇塞，你小时候就这么成熟？对啊，所以比如说你说真的几岁的时候那些朋友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感情在里边。我现在想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感情，或者是这个人就是那段时间跟你玩过一下子的一个人。对。可能那个小时候大家对友情的要求比较低，那时候只需要陪你上下学，一起走路，一起去玩。但我小时候已经知道那个不叫友情。我知道就是可以说是一个 partner。类似这样的搭子。对，你知道这是你在学校里边的上学搭子，他会陪你吃午饭，他就是这样的功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你也知道，但我小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只是我跟他一起玩，不代表他是我朋友。对，哇，其实刚刚 Kim 说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过阶段性的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当时我和那个朋友关系非常非常要好，我几乎也是每天吃饭然后学习基本上都是和他一起，然后我当时也会觉得会和他成为很长时间的好朋友。然后毕业之后好像确实也就慢慢的走散了，因为长时间不联系。但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天真的觉得这一定会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对，原来大家没有过。我小时候倒不是这样想。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女生，我跟她在学校里边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近，然后我知道因为我们住得近，然后我们肯定会见面比较多，就是一起上下课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可能也会一起参加一些的就是课后活动啊，这一些比如说学弹琴啊，这一些我们也可能会去同一个地方去学。所以我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女生她可以在学校里边跟我关系比较好，比较稳定，然后所以我就会多跟她一起玩。我小时候就是想跟一个人一起玩是这种逻辑。所以之后说比如说可能搬走了或者是毕业了以后不联系，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需要这个搭子的阶段了，我不再需要他，他也不再需要我，所以不联系是很正常。那我想问一下 Kim， 就是我很好奇，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会把搭子这个行为把它并到好朋友这个阶段升华？对，倒是我觉得是你已经离开了一个学校这样的固定环境，你不再需要一个搭子。我感觉人越长大了越不需要一个搭子，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怎么让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开心，然后自然而然你身边就会没有了这种搭子，只剩下来你会经常见的人就是你的好朋友了。那有没有从搭子发展成好朋友的？搭着搭着阶段性好朋友。好吧。那你们有没有就是
为了好朋友做过一些最刻意的事情，或者是想跟他发展成朋友做了一些特别刻意的事情。是吗？我可以分享一个你们大家先听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其实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我们当时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择了来南京，然后我就已经确定了我要来南京读研究生。然后我的另一个朋友呢，手里也拿了一些 offer， 他当时在选择留北京还是去其他地方。然后他看我来到了南京之后，他就把这个南京作为了他的主要择校城市，他会选择跟我一起来南京，因为当时跟他关系非常好，所以他跟着我一起来了南京读研究生。所以当时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当中，除了我们两个，其他的基本都留北京了，只有我和他来到了南京。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也算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但你会不会觉得你就是因为你们之间这个友情改变了本来别人的人生轨迹？可能就你这个存在影响到别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选择。我会有这样方面的考虑，但是怎么说呢？这个选择也是他经过慎重思考决定的。因为他认可我和他这份关系，他才做出了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也是他深思熟虑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他说哎呀听了你去我就立马就要去这样子，他也肯定经过他自己的思考了。但这件事情确实让我非常感动。但你这样说啊，我也有一个，就是你说到的影响人生选择。就在我22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因为拍，就是医学那个白大褂的照片，然后在当时我们大学城还挺多人刷到了我。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同岁，但他挺优秀的。然后他当时我也在节目里面提到过，我考研的原因是因为他，因为对我来说，有时候你认识到一些比你优秀很多的人，你是会有一丝丝的自卑，说你就是跟对方成为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当时我就想着说，但我很想跟这个人成为朋友，就是你前面问有没有想跟一个人成为朋友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要考研，我当时就想要考清华或者北大，因为他在北京，那时候在北京读博，就在北大读博，然后他也是在海外读了硕士，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方对我的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虽然说最终他不一定成为你生活中的日常的那种朋友，但是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认可对方是一种朋友的存在。他对我的这种人生的影响，我觉得还挺大的。就是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考研，不考研我可能就不会参加那个节目，然后可能就人生轨迹不一样。但我就是很感恩这样的一种相遇，这样的一种影响。对。那 King 呢？对啊，有没有故事？对，有一个女生，我认识她，然后她就是很主动会来跟我交朋友的，然后我也觉得她这个人很好。然后她让我很感动的一个事情是，她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才认识了几个月，然后她生日的时候，她请我到她老家，她是惠州人，然后让我从香港到惠州去参加她的生日宴。然后那个生日宴里边，我本来以为就是一家人吃一个顿饭，然后其实她不是，她就一个很大型的生日宴，然后她就一直在等我们到，我们两个朋友一起到的。然后在生日宴里边，她一直等。我说你们可以先不用等我们啊，你可以先吃啊，长辈们等不好。她说不行，你们来吧，我们等你。然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很多，都是她最重要的身边的人，她的老师，她的比如说前老板，她的家人，她的长辈，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女生，她的朋友就坐在她身旁。当时我感觉到她真的很重视我们，我们在这个生日宴里边也是坐她身旁啊。然后她还写了一个opening speech， 就是说每个人怎么感谢，然后他是很隆重的，就是介绍这两个朋友给他的所有他的长辈、他的家人认识。他说这个朋友他是什么人，我们怎么认识，他有什么优点，我从他身上学习了什么，他让我变成了什么。然后他是很用心准备了这一番话，然后让我觉得他真的很重视我们，真的我们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就好像家人一样重要的人。这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带回家的、见父母的，肯定就是对你很重要的朋友。阿姆，你有吗？我也有。你也有？我有，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是整个人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当时我朋友就说，
因为他当时在西安，其实离南京也是蛮远的哦。当时在西安，然后他其实本来自己在西安那边工作的，然后他就说，他说要不我过来陪你吧。我说别啊，我说你自己工作，我说你先弄好吧，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过2天就好了。结果他就是，他就说。然后后面他就说他要过来找我，我说行，那也可以。他说那我先跟我妈妈申请一下。我说好呀好，因为他妈妈也知道我嘛。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申请了，但是他妈妈没有同意，就是觉得太远了。然后太远了，他可能没有跟妈妈细说，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怎么样，他可能就是说我去南京找拉姆玩一下。然后他妈妈因为作为家长肯定是希望他孩子能够就是好好工作怎么样的。然后当时就是瞒着他的妈妈来找的我。然后在我家陪了我10天吧，陪了我10天，然后再偷摸的回去的。哇，就是他陪了我这10天，他妈妈一点都不知道，就是瞒着他家里人。现在他妈妈知道了，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是他过来就是找我，让我非常的感动。而且那段时间有2个朋友，有3个朋友，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有3个朋友都从外地到我家来找我。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我太需要一个朋友的陪伴了。就是一个从重庆过来，一个从西安过来，一个从山西过来，就都挺远的。然后他们都过来陪，就是每个人陪了我几天。我一下子现在就是状态好的不得了。对，吸取了。对，但是又让我很感动。确实。那刚刚拉姆是说他很需要好朋友的陪伴啊。如果就是用一个词来限定或者定义朋友，你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词来描述？是陪伴吗？同频且包容。好长的一个词。同频和包容嘛，但如果说一定要取一个更重一点的词，我觉得是包容。包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谁会去天生的要去受你的气，然后要去接住你这种坏情绪，管你呢。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他愿意包容你的这些坏情绪，能够接住你这些心情不好的瞬间，甚至还可能去安慰你，然后去逗你开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朋友的定义。确实，没有2个能够完全契合的人，一定是有相互包容的存在的。那 Kim，你觉得如果要定义朋友这个词的话，你会用哪个词？我觉得会是气场吧，还是要跟那个人想法很相似，然后你不一定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你会觉得跟他很合得来，跟他相处很舒服，这样才能做朋友。凯哥呢？我一开始想到的词是尊重。就是，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朋友之间相互尊重也很重要，就是不能去贬低其中一个人，因为有时候相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会无意识的可能说出一些话会伤到你。然后，但我现在觉得朋友，你让我想一个词的话，我感觉也是需要同频。确实。对。你呢？我觉得那个 Kim 和黄凯他们2个的词有点相似，我觉得我和你的词有点相似，我觉得是磨合。我们俩就是互相包容的在这儿。我们俩其实很不好对付，就是一个人在包容，一个在磨合。那你们2个都是很同频。那所以你们是互补吗？算。我觉得挺互补的。对。那如果互补型和就是相似型的朋友只能选一种的话，会更希望跟互补型的人交朋友，还是说跟自己相似的？互补。你是互补的。相似。恋爱我会选互补。我也会选相似的人。恋爱跟友情的选法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对于朋友和恋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分得蛮开的。就是如果你是朋友的话，就是我们2个就是很开心啊，就是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每天一起怎么样。但是如果是恋人的话，我觉得互补可能要好一点，因为如果2个人都一样，都是倔脾气，怎么办呢？怎么2个人都很温柔呢？互相理解彼此的倔脾气。2个人很温柔，没有什么不好的吧？对啊，这就没问题啊。2个人很温柔，都很闷啊，就是吧？就需要互补一点，我觉得稍微互补一下。那就着 Kim 的这个问题啊，那请大家排个序吧，就是友情、亲情和爱情，就是对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个序，你会怎么排呢？
友情、亲情和爱情。我就是这个顺序。哪个？你再说一遍。友情、亲情和爱情。你把友情看的是最重的，爱情对，亲情第二，爱情是最次要的。你觉得？对啊，又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爱情，滚！哎，但其实从另一种角度考虑啊，其实，在法律上啊，配偶他只是获得，法律上就是因为今天有两位法学生练习，今天有两位法律那个专业的相关的人士嘛，那我就班门弄斧一下。但是法律上给配偶配备了很高的权利，就说明法律是很认可爱情这个相关的情谊的。是我这么理解可以吗？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性，通过其实也不是爱情，通过结婚、婚姻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他也不可以说写法律的人就是纯纯恋爱脑，所以才这么给配偶这么多的权利。还有这方面的解释。那我其实还不构成任何法律咨询。那 Kim， 那如果是你会怎么排序呢？哇，可能是亲情、爱情、友情。亲情、爱情、友情，也是有点恋爱脑。其实还好吧，没有排第一。也是。那怎么办？虽然我好像要把爱情排在第一位。这么说，开个手，对不对？我再想一下，不是因为我感觉就是爱情，你选择这个，但首先要是你说的不是那种差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然后相互成长的那种，是正能量、积极向上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可能它既是爱情又是友情。对。但不是相爱相杀的那一种，对，才特别的让你上心吗？上心就是很上头。我以为你说伤心，你想要虐恋。对啊，就是那一种才会让你觉得很上头，然后就让你把它排序排到很前面，很重要。你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对，可能是。他轻易得到的还不喜欢，对可能劲儿了。你不服，那我就对，可能就是。等我可以。越不听话的话，他排位越高，可能是这样子。你是什么星座？双鱼所以很恋爱脑。双鱼确实恋爱脑。刚走的那位女士也是双鱼座。你呢？你怎么排？我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把这个3个排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我高中那个阶段嘛，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和我几个朋友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一致的认为友情一定是比爱情高的。就是当时我的排序可能是友情、亲情、爱情，就是把友情排到了第一位，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些朋友真的是很要好。但如果现在让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真的是一个傻子，就是把友情排到一个过于高的位置了。因为我是经历过，就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所以我现在可能会把友情放到第3位，然后亲情放在第1位，然后爱情放在第2位。大概是这样了。但是你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排序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也不是他友情不重要，现在有的朋友还是会很认真很重视他，只不过是不会再对朋友这个东西有很大的 expectations，期望。对，我觉得 Ken 最开始说到一些话说的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跟自己相处，你在很多最需要人的时候，你靠自己解决了那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当时你可能有一些朋友，但是你不会期待他们为你做什么，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过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无比强大。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经历过一段比较就是不开心的时光，像拉姆你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说朋友都会过来看你，但我那段时间我会让自己想想自己怎么熬过去之后，我觉得就是朋友在我心里依旧重要，但是我最重要的人会是自己，自己如何面对自己各种不好的时光，各种好的时光。我也是觉得你说，我也是觉得就是我本来当时也是想自己度过嘛，但是他们就是真的就直接，我以为他们就是可能安慰我，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结果真的来了，所以这就是让我感动的地方。还挺难得。你要说什么？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每个人在和自己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角色吗？你觉得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因为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觉得我是我朋友之间的开心果。
你是吗？我是啊，不认为。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朋友相处当中承担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比如说倾听者、老师。哦，真的，好多人喊我 Kim 老师。哦，是吗？好多朋友这样喊我，然后我发现好多朋友都会喊我 Kim 姐。对，如果这样喊我的话，其实我没有比他们大，有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同龄人吧。所以但是这样喊我的话，我会觉得，他们在我身上是有点 expectations 的，他就对我会有感觉有点不一样。认可了你的思想和内涵，就是你可能会他更多是欣赏。对，对。凯哥呢？你觉得你在你的朋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我感觉好像没有说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会有很多这种类别的朋友，如果同样的都是亲密度比较高的朋友的话，我在不同的人面前的状态也不一样。有时候我可能会是比较关心人的一个角色，有时候就是被关心的一个角色，但这个状态仅限于几年前的我，现在我就是不太需要被人关心的那种状态。这么独立了已经。对。你呢？我说啦，我也是一个气氛担当者啊，很开心过。对。好吧，那我们俩就是又重了。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就是分给你们两个当中一个。我们俩怎么又互补又相似的？我可以说颜值担当。我不是说我自己的颜值，我是会确保我们去的任何地方、吃的任何东西都是很高颜值的。J 人。对。然后我是很注意漂亮的 J 人，我去的地方，我们可以去这里拍照，拍出来肯定好看。你们要穿什么衣服，这样才搭。然后我们去什么地方，这一家什么菜最好看、最好拍。我会就是把他们整个流程都会安排得很漂亮。我也非常欣赏这样的，下次我们一起出去玩。我需要。我也需要，下次我们出去你可以带着你吗？我们俩可以逗你开心哦。可以。我可以给你表演小品。我可以表演双簧。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就着节目聊了很多关于友情向的一些话题，然后也聊了 offer5和我们有间合租屋的一些故事。那我们其实关于节目的部分已经聊了很多了，那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友情。首先关于友情这个两个字，它真正的定义或者是大家是怎么认为它的，这个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认为什么样子的感情就是友情，或者你和一个人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把它称呼为朋友？我觉得是需要一些羁绊的。我只是跟你聊聊天说说话，甚至可能说比较同频聊得来，我觉得只能算是同频的人。但如果在我看来，如果要把它列为朋友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共同去经历一些事情，就类似于会需要一些羁绊，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是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你聊得来的人太多了。或者你觉得你说的羁绊是朋友需要看见彼此的脆弱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可能就是，也可能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需要产生一些羁绊。可能我们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一起去解决呀，或者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跟我说，然后我安慰你，然后我们一起去解决啦，或者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种羁绊吧。我觉得光只是表面上聊聊天的话，其实不能算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朋友跟你一起去解决啊，你可以自己解决啊。那怎么可以就是如果一定要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或者是比如说就是一起解决、一起面对一个东西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的话，那不就很难吗？很少这种机会吗？主要可能是因为我长到这么大，我交的所有朋友基本上都是有过这样子类似的。对。我和你的羁绊是什么？我和你的羁绊是什么？还是我不是你的朋友？还需要说吗？还需要说吗？好吧，那我也分享一个，就是关于怎么样才能成为朋友吧。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下了一节英语课，有一个同学就过来说，他说那个侯汝成，我可以认识你一下吗？我们是一个英语课的，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然后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聊天。放寒假的时候，这个人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就比如说当时我也在看美剧，他就跟我分享他看的美剧怎么样。当时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我也不能把他看作是我的朋友，我就觉得是一个热爱分享的一个同学。然后开学了之后，他就邀请我去吃一顿饭，然后我们在那顿饭上其实也聊了一些天，我就发现，哎，这个人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不像就是微信当中展现的那样，就是一直只有热情，对，只有热情没有深度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聊了天，然后发现这个人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约着出去玩了几次，发现哎，好像和他在一起会比较开心。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了，就是我觉得和一个人相处起来不尴尬，比较开心，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朋友。你们对于朋友的 threshold 很高哦。是你们说的朋友，可能就是归类到我的好朋友，甚至是闺蜜那一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说，所有人都是朋友，任何一个我见过的人，我都会觉得他是我朋友。朋友遍天下。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认识一个人，我跟他见一面，第一面的时候，我已经会 assume 他是我的朋友，我会用朋友的方式去对待他，我会就是朋友之间只有真诚啊，我会想要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呀，我希望你也会想要了解我啊，然后朋友之间就是有这些元素嘛，然后我就会面对每一个人，我都会先把他当成朋友，然后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他。但如果那个人他不愿意接受你这个善意，或者是不愿意跟你靠近的话，那就算了，那个就他们明确拒绝你呢，就做不了朋友。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继续用这个眼光去看待世界上每一个人。我觉得用你前面提到的了解，就是对方愿意了解你，你也愿意去了解的人，是成为朋友的第一步。然后真正产生了深度的了解，在我这边，我认为的朋友就是可能又跟你们有点不一样。King 说那个好朋友，在我看来就是也是更高层次的。然后朋友的话，就是有过一些开心的瞬间，有过一些彼此的相互陪伴的瞬间，可能能称为朋友。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了解过彼此，我们有过一些深度的交流，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单独会约出去吃饭，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说两个人不需要喊第三个人能一起出去，然后能相处几个小时不会尴尬，我觉得这样也就在我看来也是朋友了。那如果其实我按照 King 的逻辑的话，那你觉得朋友是都需要加微信的吗？可以不加的。可以不加的，也可以存在没有微信的朋友。我感觉人跟人交流有很多方式嘛，你跟那个人有交流就可以做朋友，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你是好朋友，一个普通朋友，一个见过一面的朋友，就只是这个交流的深度的问题。写信也可以啊，或者是有什么很古老的邮件对，邮件很香啊，很工作哎，漂流瓶吧，要不啊，这个可以，就是你可以跟未来的人交朋友，其实也是可能的嘛。确实，你这漂流瓶说不定在几年之后被别人捡到。对啊，那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哈。笔友，那就以前说的笔友，你们觉得那样算朋友吗？算，也算对吗？我觉得在以前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算的，因为你想，你要每天坚持去写那么多的字，然后你还要去把它装起来，然后拿到那个地方去寄给他，我觉得还但是我有听说过这一个可能是一个课业。就是老师会给你安排一个 pen friend， 然后你要可能每个月写一个小作文，寄给你那个笔友，然后这是一个课业。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又不算是朋友。对，那可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去，因为笔友感觉他们会精神上有交流，所以对，就是自愿的跟他交流才算是精神上想分享彼此所思所想。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也是我高中时期的，
就是我在高中时期和大学时期非常爱交朋友的一个人。我高中时期有一个关系特别特别好的人，然后上大学之后也有保持联系，就比如说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回到老家也会一起交流一起玩。然后我读研究生之后，有一天我给他发微信，还是他给我发微信来着，他突然就说了一句，他说你这个微信号还在用啊？就是他对我觉得我这个微信号还在用的这表示惊讶的点，就是因为我当时也参加了一些综艺，获得了一些曝光，他可能觉得和我的人生成长路径不太同频了，觉得我可能已经飞黄腾达了，有种这个意思，但确实事实不是这样。他会觉得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些成长步调上的差异，他会觉得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的关系了。我就想问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成长路径不太一致，或者是步调不太一致的这个情况，你们怎么及时的调整这样子的关系，或者是如何给自己的友谊降级呢？其实我有过一个，但是，我觉得是一种默契。我觉得是一种默契，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跟一个玩了很久的一个朋友，我寒假回去的时候，我约他吃饭，其实算是成长速度不同嘛，然后大家的人生轨迹也不太一样，可能大家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看待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也不一样。然后那天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明显的感受到了跟几年前的时候一起相处的方式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俩坐在一起吃饭，不知道聊什么，就不知道我们两个聊天要聊什么，可能又开始说点以前的事儿啊，这样翻过去翻过来，就是那些事情。然后那天说完了之后回家发了2句消息，后面我们都没有再发消息了。我觉得可能很默契的，彼此都感受到了一点尴尬的存在，心照不宣了。对，很默契的疏离了。对，那对我来说，我当时我参加节目那时候，在录制途中，我当时读研期间就在校，有几个关系还可以的，在我看来算比较要好的同学，但是因为朋友在我看来还是需要有一些更深的关系。然后就当天他们看到我们的一些路透，然后来问我是不是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当时说，因为我们每天录制很忙，其实在录节目期间我也没有什么表达欲，我不会说每天跟他们发消息。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群里问完我说等我录完之后回去跟你们说。但好像这个事情让他们不开心了，他们觉得我可能飘了，耍大牌。对，但当时是真的每天很忙，是这样的。然后而且我不想要在那上面跟他们，而且当时需要保密，因为还没播。然后我是希望回去跟他们分享的，但可能回去之后又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慢慢也淡了。对，是这样。那 Kim 有吗？对我来说，我倒是身边的朋友都是跟我很不一样的人，都是走上非常不同人生轨迹的。比如说，我们5年前一起选香港小姐的那群好朋友，到现在其实选美那一刻我们聚在一起，但是之后我们都是走自己的路，有些他就搞自己的事业，有些他自己创业，有些继续在 TVB 做演员，还有一些已经很早就结婚，生了2个孩子。就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我感觉倒是人跟人之间不一样的东西，倒是能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有话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比如说我不会了解一个拥有2个小孩的妈妈，她是平时怎么生活，她怎么去带孩子，原来她也很有想法，她也会想虽然我已经生了孩子，我已经是人家的妈妈，但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依然是我自己，依然是个女生，她会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这种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才能让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对大家更加好奇，才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情况。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就比如说如果让我们坐下来吃饭只聊法律的话，应该非常的尴尬。对，是。其实 Kim 分享的这个观点和我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说实话，在我
感情不是感情，在我友情出现分道扬镳的这样子的时刻，往往是因为人生的选择和阶段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选择结婚或者是准备怀孕生小孩了，他们每天跟我分享的就是家里的琐事或者是结婚生小孩的事情。我朋友也是，我会觉得不感兴趣。我觉得很感兴趣，因为他是每天在群里，我们其实也没有怎么回他，但还是会在每天在群里分享他的日常，比如说他会分享我今天去买了一些花，就是插花，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些新的面包、新的泡菜，他会每天跟我们分享他这些日常。就是对于我们在上班的人来说，我们就觉得这种生活很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一些反馈，比如说你跟我说怎么去带孩子、怎么去做饭，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反馈，但我会觉得原来人的生活还可以这样子，我会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你对别人的事情，或者是你对这个人很关心，而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对这些事情，本来我就觉得和我遥不可及，并且我对这些事情好像也不是特别感冒，那我们能聊的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对。就比如说，那我现在也没想着要结婚生孩子但我就觉得可能也是你说的对，就那个人你觉得你很想去了解他的生活，你才会想听。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些人会因为这个越走越近，我们就是越走越远了。那你们有没有过破裂的友情？有啊。破裂的友情就是闹掰了呗。有啊。就是展开讲讲。那是完全破裂了，还是说又和好了？又拼凑好了，其实。拼凑这么碎吗？而且现在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高中有一个女生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有2个女生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把它命名为 A 和 B。OK， 那 A 谈了一个男朋友是 C，A 和 C 就是一对情侣，然后这个 C 呢和 B 产生过非常严重的矛盾，所以我在比如说我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这个升学宴，我同时邀请了 A、B、C， 但是因为 B 看到 C 那个男生说要来，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就觉得明明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要同时邀请他们？当时他就是完全就没有来参加我的升学，我当时其实还蛮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好，不能因为有其他的人存在而影响我们2个之间的关系。但是确实是因为这样子产生了一点隔阂和矛盾，就是他也没有来参加我的这个升学宴，其实当时还蛮难过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越来越成熟，想法越来越成熟之后，他自己也能想明白，他当时和 B 闹矛盾也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事情，就觉得没必要，太幼稚了，当时高中不懂事。后来他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和他重新再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无所谓的了，然后就又慢慢恢复了这段感情。对。你说的破裂是指就是关系的结束，也不是说大吵大闹的那种。那我这个算是没结束，都可以。对对对，都可以。那你这样说，我也有一个，就是高中时期特别好，然后在我考研的时候他也很关心我，但是在我读研的那几年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然后最近我们又开始联系起来的一个朋友。当时也是产生了一些误会，然后这个朋友他是我高1的同桌，高2、高3我们分文理班之后，他读文科，我读理科了。然后在我18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会悄悄的给我，就走到我们教室，然后叫我出去，然后给我准备一份礼物。就在当时的我很温暖，因为18岁生日那天只有他一个人给我准备了东西。然后，但是后面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就是淡淡的联系。然后他知道我要考研的时候，他也会给我鼓励。然后是有一天，就是我最后1年考上的时候，我跟他分享这个消息，因为他每一年都会问我。然后但是最后1年，我跟他分享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很喜悦，而是说，但是他的妹妹也没考上。当时的我听到会有一些受伤，因为我想前几次我失败的时候，他一直很关心我的结果，然后我那1年考上了，我第一时间就想跟他分享，但我得到反馈，就是我得到的就是话语，他可能就是那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冰冷。我以为他应该会觉得
至少说个恭喜，为你开心。对，为我开心。然后后面去读研的时候，其实我就也会像你说的一样，我可能就是慢慢的不怎么给他发消息了。然后等到我们参加节目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喊我跟北京的另一个朋友，我们3个其实当时有个共友在北京，喊我们出去吃饭。然后那一天我就跟那个朋友说，我说我不去吃。然后在他看来，他觉得我参加节目有热度了，然后飘了，又耍大牌，小牌大耍。然后，但是后面我从另一个朋友那边得知，他所理解的信息，就是我跟那个朋友说我为什么不去吃，是因为当时他的那句话有点伤到我了。然后我后面得知的是，他说，因为我考了好几次研，在其中就是有一次考研，应该就是最后一次考研的某一个时间的中间，他有发消息给我，你没回，我没回。但可能是当时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可能没有及时回就忘了。但对我来说，我可能自己错过了这个信息，然后所以导致我们2个在不同的时间段对彼此产生了误会。然后那一天我们打了一通电话，就是说开了。对，哇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会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解释的，像偶像剧，因为生活普通人没有上帝视角。我还以为破裂了，就是裂开了，不能再就是重新回到以前。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认识好多年，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跟他交朋友，甚至我们结婚也不会请他来。但是他是就是我们是一群女生，一群好朋友。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事情，我们被勒索了，就是对方想要问我们拿钱，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绝交那个女生。叫她 K 小姐吧，就是因为她而起的，然后就导致我们几个人一起被勒索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办法帮她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事情原因是因她而起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会一起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朋友都是学法律的，然后我们想啊怎么去投诉啊，去什么部门投诉啊，要准备什么证据材料啊，然后如果上庭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准备什么呀？然后我们要去报警啊，然后报警的时候要怎么去做那个就是怎么去做一个程序啊那一种，我们都帮他想了好久，就是规划了所有东西，因为我们就觉得对方是不对的。然后那个女生突然跑去对方跟他说：“没关系，我付钱。”你付多少都可以，还是我的朋友们蛮不讲理，他们不应该这样子的，他们乖乖付钱不就好了吗？是我们不对，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付，然后就跑过去跟对方就是说我们不对，然后就说是我的朋友不好，他们无理取闹，然后就是简单的说就跑过去对方那一边了。更过分的事情是，他还把我们的个人资料给到对方。比如说他会说啊，我这个朋友是什么什么人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跟对方说这些个人信息，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觉得我们帮你解决问题，你不领情也可以，但你为什么要倒过来害我们啊？我们都已经报警了，都已经要去了报警这个程度了，我们都已经害怕了，我们都是一群女生，说实话都是害怕的，但你这样倒过来去帮他们去害我们，我们觉得这个女生就是认识好多年以后，她还是觉得好可怕这样的心思。到最后我朋友特别特别生气的点就是那位 K 小姐最后还走过来群里问我们拿钱，说我赔钱了，我给钱他们呢，我们现在 A 一下吧。对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无语了，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才说这个人就算是这么多年的朋友，我们也受不了了，我们以后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他这种会害人还不知道自己错的人，我们觉得确实就是朋友之间就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就是对和错都分不清这种人。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有点难以置信哎。对啊，所以你刚刚说的是破裂，但是没有和好的。对，因为我想用破裂的意思就是真的裂开了以后，就是完全闹得很不体面了那一种，对那一种，所以那前面我跟小侯说的都是那种淡淡的疏离，然后后面和好。你说的就是完全破裂，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完全像你说这种碎掉的友情，再恢复的应该会比较少。因为这个原则性问题。对，确实，
关乎到一个人的底色问题，对，不相符。那刚刚其实凯哥就说到自己考研成功，可能会让身边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嫉妒啊，或者有一些眼红这样子的事情。那面对朋友变得更成功，或者是更幸福、更优秀，自己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因为说实话啊，我其实本质上是看到别人有慢慢变好的时候，我会心里有一点点嫉妒，但这个嫉妒不会让我变得怎么样，但是我会激励自己说，我要更好，小侯你要加油了，你的朋友已经变得更好了，你得努力了。但我心里确实会有嫉妒心产生，就是当然我不是希望对方变坏，我是希望自己变好，然后我就但是我知道这个嫉妒心其实是不太好的现象。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是如何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或者是大家有什么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坏了，你问我想法了，问我感想了，不知道怎么说了。没有想法，确实是没有想法。人家好，那你如果见到你的朋友变得就是特别成功，或者越来越成功，你的心里是打心底的祝福，还是我有点小羡慕，我有点小嫉妒呢？没有心情，他好就好。哦，对啊，好为好，对啊，他好就好吗？我为什么我该有心情？就是因为他可能之前和你差不多嘛，就你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平起平坐。因为你把他看成一个对手了，所以才会有心情。有道理。但其实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身边朋友的成功也好，很大程度上我们以前好像觉得朋友成功就是会惠及自己，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对方的成功就是跟你无关，某种程度上。原来还可以这样有关哦。因为有些人他是觉得，就是比如说朋友过得好，然后有一天会惠及自己，比如说，我懂。比如说我创业，然后我可能需要你，然后你会对我有那种期待。但比如说，但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变得好与坏，或者朋友变得好与坏，他其实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他过得好，其实也挺好的，你替他开心，对啊，挺好的。因为刚刚凯哥说的那种我也懂，就是其实短视频平台有很多那种，比如说自己闺蜜发达了，对，发达了就把闺蜜也过得很好，就是比如说我给闺蜜买一辆车之类的。其实可能内心很多人抱有这样子的期待，但是现实是没有，所以他们会感到失落，或者是产生嫉妒心。那我也期待。你也期待吗？闺蜜，加油了，加油了！我明天醒来就想拥有。原来其实大家是没有这种对太多的小心思，但我其实会有。其实我会，但我觉得刚刚 Kim 说的很对，你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了。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跟我一不一样，你产生这种嫉妒是吗？你每次都会纠正我，一个是妒忌，一个是嫉妒，就是产生这种嫉妒心的人的这种朋友，估计应该是跟你干着差不多事儿的同行。对，就我可以说实话，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当时研究生就是学校给 offer 的时候，我其实会暗自悄悄的比较我的那个同学有没有拿到比我更好的 offer，但他其实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他去哪里我其实也会真心的祝福他，但是我就是会悄悄的会比较，就像 Kim 刚刚说的，我会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但他同时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是的，是的，我觉得在大家在进行一个同样的竞争关系的时候，或者说在面对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很正常。会有比较的心理。对对对，我当时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过得那么滋润呢？就是跟我的大学室友相处的那么好，至少我跟他们3个几乎都没有产生过矛盾，是因为我3个室友都是学新闻的，我一个学播音的，我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这个专业。也能打着吧，能打着，就是但是大家学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他们3个可能平时会做课题的时候可能会暗暗的试探一下，可能暗自比较一下，但是跟我就完全不会啊，我每天就练我自己的专业，然后他们就做他们自己的，所以我跟他们产生的更多是生活上的这样的联系。如果他们变好了，我就会完全就是觉得那太好了，你变得这么好。但如果说是跟我同专业的同学变好了，其实我也会有嫉妒心的。但是是好的啊，是褒义的嫉妒。对，是这样子。这个很正常，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激励自己的方式了。对。你觉得嫉妒跟羡慕有什么区别啊？
你为什么会归类你那种情绪为嫉妒而不是羡慕？其实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嫉妒和羡慕。我是这样子，我是曾经真的有过。羡慕是我觉得哇，他好厉害，我确实没有人家厉害。哇，他能这么好，我真的好羡慕啊。但是嫉妒对我来说是他做的这个，他拥有的这个资源，我认为我也有能力。对，他不所以配。对，也不是配，就是不是不配，就是我也配可以，我也有这份所以能力，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嫉妒。为什么他得到了，我也想得到，就是这种。并且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得对到的，只是可能缺乏一个机会之类的，对所以会产生这样子嫉妒的心理。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特别恋爱脑的朋友，就谈了恋爱之后就是根本找不到人的这种？有啊，谁啊？这里有一个是这种朋友是吗？是的。就是你谈了恋爱之后，你的朋友想联系你，就是 Kim， 然后你晚上再回。晚上已经很好，我现在回朋友都是隔可能3-4天才想起要回的。哦，就是你会把你的，但是你可能就是把朋友对待朋友的分享欲不是那么高，但你对爱人的分享欲很高，是这个意思吗？可能也是。哦，就谈的东西会不一样。比如说你的朋友，你不会，他也不会问你今天去做什么了忙不忙啊？你不会去问这些事情，会吗？你这个表情会啊，真的，我会突然发给你，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也会，我好暧昧啊！我经常问你在干嘛？我也会，我是会直接打个视频过去啊，真的，我会直接打个视频过去，然后他不接，我说你干嘛呢？还会这样子，我从来不会，就我不会，我就朋友的话，我不会去干预他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饭。那如果是恋人的话，他可能会有这种主动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好像他不在你身边，但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这种也不是说一定要报备，但是我说就是有这种分享的话，也是一种表达出来，他想要你成为他生活一部分，这种想法，对，就是恋人会分享琐事，朋友很少分享琐事。可能是，因为琐事就是真的琐到很个人的东西，就可能，对，就不会跟所有朋友都公开说。是，那我偶尔，但我一般也是，就是只会跟就是另一半去分享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但偶尔会给朋友，就我可能会突然间脑海中想到某一个朋友，好像好久没发过消息，我会好奇他在干嘛。偶尔会发一句你在干嘛？我会跟比如说那个朋友，他很久以前提起过一个东西，一个事情，然后我可能一直没跟他聊，但我有天可能突然想到或者突然看见那个东西，我会拍照发给他，哎，你上次说的那个，这种分享会有，但是如果说就是没事找他闲聊的那种就不会。可能是我俩话多。谁俩？我俩为啥呀？每天问朋友在干嘛？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回我消息？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已经是边界了。真的吗？好朋友也不行吗？不会啊，好暧昧的边界，我觉得这个是那我暧昧对象还蛮多的。按照这么说的话，确实。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室友有说我谈恋爱那段时间都找不着人影儿。恋爱脑。说因为我主要是我跟他们上的课不一样嘛，他们上他们的专业课，我上我的专业课，然后平时可能碰在一起就是在宿舍的时间。然后因为当时谈恋爱，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会坐在那个校园里那个长椅上就一直聊天，可能聊到熄灯了，然后我才回去，然后回去灯也熄了，他们也见不着我人，他们也要睡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找不到我人。我有个朋友也是恋爱脑，就是我刚刚跟你们提到的，就是为了跟我一块来南京的那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生，但是她曾经因为谈恋爱把我的微信都删掉了，因为她的对象，我朋友也是，因为她的对象不允许，我朋友也是，我不接受这样的对象。你会是这样子的朋友吗？我有好多个男生朋友都把我删掉，就说他女朋友不喜欢。然后有些是真的过了好久以后跟他女朋友分了，会再加我，然后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你这么说，还是原来大家都会这样子啊？对啊，那如果你的对象跟你说你的微信列表有好多男生朋友啊，你可不可以把它删掉？你会这样做吗？我不会。我问 Kim 的。那因为他说的是恋爱脑他得删的挺多的。对啊，真的啊？你会？如果他要删的话，怎么删得完啊？都就那倒也不是男就是女的嘛，那怎么删得完所有男生朋友呢？不可能啊。那我觉得，
这种项目，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删了你，对，那你们的关系不算破裂吗？后面又和好？没有破裂，是因为她男朋友很介意我跟她加微信聊天，但是我们当时还有企业微信，就企业微信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俩还怪多联系方式嘞？不是，怪不得人家男朋友介意，企业微信都有。当时我们在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学校是用企业微信沟通的，搜名字就出来了。对，就是我们也会用企业微信。下一边我们企业微信让我男朋友看气死了。对，凯哥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好像让我删微信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删，因为伴侣朋友是你其实长时间相处你自己已经认可的一个存在了。那伴侣，可能我们现在才在一起一段时间，你让我删了，过段时间就像你们说的分了以后，我又去加我的朋友。我会觉得很尴尬，对朋友不好，而且我会觉得我很羞愧，我在对方朋友那边的形象就会，我这个人很糟糕。对，就是一点都不负责啊！就是我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全踢了，然后我需要的时候又去加回来，我觉得这样会让他们觉得很不好。放心，不会。那些朋友加回我的时候，我又没觉得不好，但你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你要把我删了。如果说了，然后道个歉，但如果有一天，假如他当时删了没跟你解释，你有一天给他发个消息，发现是个感叹号，你会去问他吗？不会啊，都已经问不到了。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再发个验证消息问一下，你为什么把我删了？然后你这种时候不会相对内耗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我不会内耗，他删了就删了。Kim 一看就是不会内耗的人，像一个机器人有一点。所以别问我感受了。挺好的，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确实。因为我确实还是偶尔会内耗，因为朋友的无意识的一些行为。但为什么？就是你们会让你的恋人去看你的微信跟谁在聊天聊什么吗？我不会主动拿给他看，如果他凑过来看，那你就看呗，那有没有？如果他说我要看，给我看，你给你看。还是会让他看。会，你会吗？如果我再蛐他，我就不会给他看。我很好奇，不会。完全不可以。手机里边有客户隐私。对，因为我觉得你们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你跟你朋友的聊天，或者你朋友跟你聊天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很私密的。确实。但是可能你朋友只想让你知道，他不想让你的伴侣知道。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果要看手机，我可以看。但确实还是会尊重一下分事情。对方如果想提的很私密的事情，如果只允许你一个人知道，那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只该我知道。但是我不介意另一半看手机。确实，我也觉得。为什么非得要看呢？你可以拿我手机照相，留点照片，不解开密码的那种。对，直接按那个相机可以拍点照片是吧？好吧。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和拉姆也是，我正在上学，拉姆也才刚毕业嘛。其实我们交友的途径还是蛮有限的，因为以前在学校可能还好一点，就是同学啊，或者是一些社团的学长学姐啊，这种可能认识朋友的途径还蛮多的。其实真正走上社会，好像认识朋友的途径会慢慢变少。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甚至没有。对。我感觉是，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因为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然后包括，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嘛，然后我就去网上，我觉得那天刚好刷到说，怎么样？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每天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途径去认识新的人，然后就刷到一个视频说，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去认识志同道合的这样的朋友，然后他就说可以报很多的班儿，各种兴趣班，就类似于徒步，然后攀岩，还有什么跳舞，就各种这种东西，其实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对，这是一种方式。对，不会啊，我去做普拉提，我也不会跟别的人聊天，大家就安静的做普拉提啊，怎么会去骚扰别人？所以我举的都是聊天的，徒步可以聊天，攀岩也可以聊天，懂了，跳舞也可以进行一些合作。对。你们在交友当中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人啊？其实是被动。你呢？也是被动，我需要对方来跟我说第一句话，然后我就会不停的跟他说话。我感觉我
有一段时间是主动，有一段时间是被动的，好像分状态。如果这段时间我整个人心情比较好，然后我很想去了解你的话，我就会很主动。然后这段时间我如果心情一般，我可能就没有交友的欲望。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我是能感觉到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有时候有些人认识了，他会说约我出去吃饭，或者说你有没有空一起去哪里玩，或者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份东西，我会觉得我会收到一个信号，我觉得至少这个人是想要了解我的，而不是只是说我们加完微信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沟通。所以我分状态。感觉我是对女生很主动，对男生比较被动。我怕男生误会。呀，很容易。对，多容易。因为我之感觉前挺容易就是有一个同事，因为我们是同事，我就想跟他就是关系好一点吧，交个朋友也是可以的。然后就好像，我好像就是我用对所有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就是正常的跟他交流啊，对他好啊。但是他就好像有点误会了，他就好像觉得他好像可以追求我了，我也有一点对他有点好感了，然后那个误会就很大很大了，最后就搞得非常的不体面，他非常的生气，觉得就是好像我晚了他什么样的。然后我说。我对你们所有同事都是一样啊，我对你们不好吗？然后他说，就是你对所有人都很好，所以就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误会了。是，所以到时候之后我就觉得，对男生可能就还是边界感，我已经很有边界感了。我就单纯就是觉得比如说他要帮忙我就帮他，然后一起吃饭就一起吃吧，这一种而已。然后或者是他生病了，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喝酒了，这一种就很正常，朋友之间我都会这样关心啊。但他原来有些人他就会误会，只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罢了，但是有些人就是会多想。对。那比如说你们的另一半会不会介意你单独跟异性出去吃饭，就2个人出去吃饭？有些人会很介意。你前对象介意吗？或者前对象、前对象也行。谢谢。忘了，真的有点忘。恋爱的时候只和对象一起出去吃饭是吗？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异性朋友。明白。对，我异性朋友比较少，而且，对，我一般不会跟异性单独吃饭。但你们俩呢？你会介意你的对象跟异性吃饭吗？单独？对啊，就是最好还是不一样，哪怕他跟我说关系特别特别近，那比如说我还是会有点对象，下次你俩单独出去吃，他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会翻脸吗？因为就是他就是介意，或者说另一个人就是他觉得你们关系很好，然后我就是很介意。假如是小庄，他已经有女朋友了，甚至都对咋了？你对象不让你俩单独出去对，不让你我跟小庄去吃吗？对，我跟小庄也不会单独去吃饭的。可是我几乎不太会单独跟异性，就是如果我对他没有一些那种情愫，或者说想要去了解他这种，我不会跟他单独。但凯哥说要单独吃饭不尴尬才算是朋友啊。对啊，那你这样你就没有异性朋友了。对啊，我好朋友都是同性啊。好吧。真的。我们俩原来不是朋友啊，因为我今天才知道，今天破裂了，在此破裂。好吧，没关系，回去把你微信删了。好，下一期酷酷聊的 MC 就是我的 King 了。因为这边破裂。没有，我说之前了。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真的太久没有谈恋爱，忘记了已经，感觉要失去这个功能了。我以前确实是没有什么异性朋友，而且我跟男生会保持很强的边界感。King 会介意吗？我介意对方吗？不介意啊。那也挺好。就是吃饭正常的社交，对，还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我也不可能控制你交朋友只能交男的交女的，我觉得这也不合理啊。有道理啊。我也不介意。我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我不太信，因为你真的很恋爱脑。但是还好吧，这种事情还好。凯哥呢？我吗？你说完好像也不介意，不介意啊？因为那显得我很小肚鸡肠。没有啊，是你对你对象的爱比较深了。因为你不能让对方的世界只有你。
对啊，对啊，是啊，对，但你也是让他的世界没有你，只是切掉了一半的性别，是不是？那倒也不是。1/2。那其实这么说，现在的我应该也不太会介意，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活着。前面就是你说完怎么去拓展社交，对吧？交朋友，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还是年轻校园时期会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可能对我来说，朋友的定义就是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交流。因为我发现工作以后，你每天很忙，然后工作的社交圈就是同事，很少说，因为你不了解同事，然后你们处于一个共同的工作环境中，你很难说把自己的内心抛开来交给对方。这种情况下，在我的对于朋友的定义来说，我就觉得很难交到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欣欣向上，对什么都充满了希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你想要去认识很多新的人，但是后来年龄渐渐就是大家慢慢长大，然后进入工作了之后，其实身边已经有比较稳定的好朋友了，就是可能也不太想说迫切的去认识一些新的好朋友。其实每天大家都很忙，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突然想到，刚刚 Kim 说，比如说平时可能不太会和一些朋友寒暄啊，或者是一些线上的简单的聊天，但是见面的时候就会展开一些深层次的沟通。我比较好奇，大家是聊什么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让大家打开心扉。推荐大家聊2个话题，第一个算命。可以聊一整个晚上，因为就是每个人算一次，然后从他小时候说到他老，好多东西可以说，然后你可以很了解他这个人啊，这个准这个不准，你就知道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他现在想要什么都很清楚，这个可以聊。然后另外一个可以聊的是前男友，也是可以说很久很久的。前任，反正也是聊感情了，确实聊起感情，大家就是滔滔不绝。确实话匣子打开了。那所以还是某种程度上要聊。都共同有可能会经历的，对，包括你说算命，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前任也是，对，就是聊比较大家重要的人生经历和情感阶段吧，就刚刚 Kim 所说的一些从小到大的一些故事啊，还有前男友们的，前对象吧，主要是大家经历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哇，好精彩！你怎么有这个奇葩的前男友啊？还能这样子啊？这种你就会很想听下去。那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交心的吗？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我肤浅的认为啊，就是这种打开心扉的这种聊天，就是要聊比如说童年创伤啊，或者是聊一些内心的脆弱啊之类的。其实也不用太聊这些话题。通常人家算命，他不会特别去看童年的时候怎么样，已经过去了。他只要说3岁起运，然后确实小时候过得挺顺的，就这样就过了。他不会去讨论我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少会这样子的。你有什么就比如说每次聊天会必聊的，就是能让你打开心扉的话题吗？必聊的。必聊吗？每次必聊，但其实像你说的，比如说 King 刚刚说到聊前任，万一你们这一次聚会聊完了，下一次还见到这些人，他没有新的前任怎么办？ No， 我朋友会 follow up。就是他昨天晚上就是跟我们在聊前任，然后他可能下次见面他就会说我之后 text 我的前任了，跟他聊了什么，我们就约出来怎么样，他会有这种 follow up 故事。对，因为前任你可以再联系他，你还可以有别的故事啊，所以也不一定要停在那里，是也会有其他的情感纠结。我知道，我每次必聊的应该是星座。星座，那我和你很类似，我是 MBTI 和星座。对，MBTI 也是，但是只能聊1次啊。对，我天天问你什么 MBTI 吗？刚认识就聊这个呗。对，这聊到后面深度了，就是好朋友了。哎，那凯哥是什么星座？你觉得我什么星座？我觉得我貌似知道，但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忘了。你忘了？跟猪猪一个星座。火象，白羊。我想起来了。对，还是有记性的。
完了，你看星座只能聊这种短暂的。完蛋了，就一个对，好，你的上升是什么？月亮是什么？哦，好的，对，但是会根据星座的特点再展开聊一些内容。那你平时会比较火热吗？你觉得我不像火象对吧？对，不太像。展开聊吧。我觉得你有点像土象，有人这么说过吗？没有没有吧？你把话聊死了。完了，你遇到我这样的，可能就要把天聊死。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社会上的友情，还有大家节目当中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对友情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刻了一些。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要求不断输出的世界里面，真正的朋友是愿意为你按下暂停键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在彼此的人生里呢，也能够感受到爱，感受到光，还有感受到充满的希望。然后听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起自己的朋友，可以把本期的播客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你对他真的很重要。可以，好，我赞同。好，那我们最后再次欢迎 King 和欢迎什么？谢谢，再次谢谢 King 和凯哥来到我们的酷酷聊。是的，谢谢。那这一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酷酷聊，关注我们，并且分享给我们你想听的话题或者是想见的人，我们都会为了你们酷酷努力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拜拜。